昨天晚上下雨了，今天早上起来是大雾弥漫呀，等会儿还会再下大雨，明天还有。看来这整个圣诞假期就得在雨中度过了。我这小的火箭柴火灶啊，用完了之后是忘了收起来了，现在淋了雨，已经有点生锈了，得等天气好的时候晾一晾才能再收了。这小东西在天气冷的时候稍微的用一用还是挺好的，同时还能收获点草木灰。现在才刚刚早晨的7点多，我是早晨起来到处转转，看看还有什么活要干。这鸡笼子里边啊，现在又捉到了一只老鼠，这已经是第5只老鼠了。今年啊，注定是一个暖冬了，这没有雪的圣诞节还是失去了不少的氛围。而且我看周围的这些雪场，本来圣诞假期应该是营业热闹的日子，都是因为下雨，天气太暖和了，雪场也都关闭了。这鸡鸭鹅呀，每天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我早晨起来过来把它们从笼子里放出来了。之前的视频里边有朋友留言说，这鸭和鹅呀要放养。其实我这种呢也算是半放养的状态了吧，因为晚上实在是不能让它们在外边，各种野生动物太多了，如果晚上还在外边就全都被吃掉了。我其实即便是这样白天放出来，晚上再关回笼子里边，每年还是要损失好几只鸡鸭鹅的。这一片是前几天清理出来的，准备养土过冬的小菜地。土的上面铺了树叶子，然后上面又压了玉米杆，防止叶子被风吹跑。现在下了几场雨之后，叶子都贴在地表了，都是湿湿的状态。其实有朋友说，你这些叶子到明年春天的时候肯定不会完全腐烂的，确实是不会完全腐烂，只会腐烂一部分。我是到春天的时候会提前先给它和土翻在一起，然后再等上几周，叶子就差不多可以了，土也就可以使用了。然后像上边的这些玉米杆子呢，我会在清理之前，就是明年翻土之前，把这些杆子都直接给移走，移走之后就可以铺到鸡窝里边，给鸡垫鸡窝用。这些玉米杆子呢，你除非是在秋天的时候提前先给它打碎，和土混合在一起，否则第2年春天的时候是很难腐烂，更不可能变成堆肥的。我以前的处理情况是，都是在第2年春天的时候，用割草机走一遍，把这些玉米杆子给它打碎。打碎之后，大概是过上个3、4周吧，就可以用来种植了。不过这种种植呢，我一般是在室内提前先育好苗，育好的苗等它长到4周之后移栽到地里，这些土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要是播种子的话，就不太行了。不过要是想播撒种子种植也不是没可能，可以在土里边再混上一些细的堆肥土，只要够一定数量了，让土里边的颗粒的东西没有那么多，播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有朋友可能还会有疑惑，说你用这样的土移栽菜苗，到时候会不会因为叶子呀还有玉米杆会继续发酵发热而产生热量烧苗呢？按我的经验呢，是不会的。一是说这些叶子呀还有玉米杆它的比例其实是很低的，相对于土壤来说。第二就是它们已经经历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也没有那么多的热量可以达到烧苗的程度了，只是给土壤里边增加了很多的有机质而已。说着说着雨又下起来了，这镀锌管上边啊现在全是水滴。再来看看这大雾弥漫的后院，有时候走着走着呀，就会想起小时候玩的一款游戏《Silent Hill》竞技岭。看看这种雾蒙蒙的感觉，还是挺有那种意境的吧。很多时候啊，不管是游戏还是电影，你能带入那种真实的环境，有那种真实的感受，看电影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才会更有代入感。这边这一片几年前用 T-pose 的，还有竹竿绳子搭起来的架子，前一阵子我们都给它拆了，还没来得及清理，回头把这些东西都给收拾出来，这一片就干净利落了。当时搭的时候设想是挺好的，在菜园里边可以种那些大型的爬藤植物，冬瓜、南瓜、丝瓜之类的，然后让它顺着网爬到外边的爬藤架上边。但是后来的实际情况呢，我们也种不了那么多，基本上用不上，而且时间久了，这些竹子的东西就逐渐的坏掉了，维修也挺麻烦。这也算是我们逐渐的缩小菜园规模的一部分吧。这么大的菜园实在是种不了了，而且前面我们介绍了，在逐渐把菜园变成生态果园，打算多种点树。
树维护和管理起来还是要相对容易很多的。像这些坏掉的大棚呢，我也在犹豫的是给它加固重新修好呢，还是说给它外边就罩上一层铁丝网，然后就变成养鸡的地方了。现在冬天呀，还是觉得休息一下，不太想种太多的东西了。这菜园啊，都已经8、9年了，也到了该重新思考还有重新规划的时候了。这雨是越下越大了，估计我在外边也待不了多久了，没有拿雨伞。这菜园里边的覆盖作物啊，还是绿油油的一片，里边只有少量的黄色的叶子。远处的那些白菜，就是没有盖无纺布的，也都还长得好好的。我这菜园里边呀，还是有不少的果树，本来打算是进行冬剪的，一直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不是因为忙没有时间，就是好不容易有时间了吧，又连续的下雨。这边的雨水实在是太多了。这边呢，也是因为雨水太多的缘故，种果树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各种各样的真菌感染，实在是太严重了，得花不少的功夫和精力去处理。这种点果树啊，真是不容易，与天斗、与地斗、与动物斗、与各种真菌、各种昆虫、病虫害斗。不过作为纯粹的兴趣爱好，把它们当成田园生活的一部分，也就觉得没什么了。下班之后呢，到院子里边稍微的活动活动，放松放松，就把好多的活顺手给干了。昨天教小朋友们在院子里边玩轮滑，拿了2把椅子过来让他们休息，结果忘了拿回来了，现在都已经淋湿了。我给拿到前门门廊下边避雨的地方稍微晾一晾，估计要晾好几天才能晾干了。昨天是小朋友们在外边滑轮滑，我就顺便把门口的这些景观树底下的这种杂草啊、藤条给收拾了一下，看看剪出来这么多，这些藤条基本上就是春天到现在长出来的。这大院子里面的活儿啊，还是挺多的。这种好多年前在 Costco 买的放在外边储物的箱子，还是有明显设计缺陷的。看看它一下雨，这盖子上就积满了水。看看这么多。我这车库门前呀，还有一些小菜苗，这些是前一阵子冷的时候给罩起来的，现在也打开吧。这里边是胡萝卜。然后这边是有西兰花，这边还有点生菜，看看这些生菜已经长得大小不错了。这边还有胡萝卜，还有西兰花之类的。唯一特别不抗冻的就是冰菜，这些冰菜都已经给冻死了，其他的东西都还好。还有这种小盆里边的荠菜，长得也是挺好的。这飓风葡萄前一阵特别冷的时候，我给搬到车库里几天，后来暖和了又给搬出来了。现在我也是不着急了，因为后边1、2周还是特别暖的天气。我这边还有一个去年在 Costco 买的储物的箱子，看着去年的这一款就改进了好多，上边变成这种弧面形状的了，下雨之后就不会积水了。这雨啊是越下越大了。今天还是豆豆的生日，我估计这会儿他们应该都已经起床了。我等会儿带他们出去买生日蛋糕去。这小孩啊的快乐还是特别简单，一到生日的时候就开心的不得了。这豆豆的生日啊，刚好是在圣诞节的假期，收完圣诞节的圣诞老人礼物，然后又收自己的生日礼物。我们已经到 Safeway 了，过来给豆豆买生日蛋糕。豆豆，你想要这种草莓糖的，还是想要巧克力的呢？我觉得这个更好喝。你真的想要这种吗？我有点想这个，因为这个更好吃。我才不喜欢。我可不觉得这个好，上面就放了一个奥利奥的，肯定不好吃呀。这边才是生日蛋糕，豆豆。很多想漂亮，那个是巧克力的。对，我觉得这个漂亮一些。这种白板是不是上面可以写东西是吧？对。我有点想那个更好吃点。蛋糕已经拿到了，准备回家了。Happy 5th birthday, Daniel！ 已经到家了。我们以前都是去韩国的那种蛋糕店，有的时候还去找人定制给这些小朋友的蛋糕。后来发现呢，那些就是我们喜欢的口味，但是小朋友们并没那么喜欢。后来就去这种老美的超市去直接买个蛋糕了。这种呢是个头又大，价钱又便宜，只有
韩国那种蛋糕店的1/3左右，而且关键是小朋友们还挺爱吃的。我们自己也是不太想做饭了，就顺手在旁边买了2盒 Chipotle 这种墨西哥味的快餐，也还是挺好吃的。看这些鸡还有大鹅已经从鸡窝跑了很远，跑到这块儿来了，这还不算散养吗？这大鹅感觉是特别聪明，它会看我的眼神儿，如果我眼神稍微有点不对的话，它就赶紧就会跑回去了。现在我是站在这儿不理它，看看它还是挺谨慎的。看看，终于开始放下戒心，吃我这些覆盖作物去了。那只鸡发现玉米地里边倒下的玉米了，正在那儿吃呢。它一过去，这鸡呀还有鹅呀就都赶过去了。看看旁边的其他几只鸡也都跑过去了。看这香菜呀，现在天气还是冷，叶子都已经发紫了，而且都是贴着地皮长的。这一片的覆盖作物里边，黄芥菜叶子发黄的比例会更高一些，可能这一片的风更大，微环境更冷一些。这地里边干掉的秋葵呀、西红柿秧子呀，还有辣椒、甜椒的秧子呀，等到天气好的时候、干燥的时候，还是要把它清理一下，否则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又是手忙脚乱，因为那个时候活实在是太多了。这鸡一个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到处乱跑。看看我这种韭菜的菜床，这个是没有用东西盖住，结果都快把韭菜根儿给刨出来了，到处都是乱糟糟的。远处的那个是盖住了，就没什么事儿。种菜养鸡呢，确实是挺好的，但是问题也挺多的，所以养的时候呢，还是得提前规划好，别等到有菜苗的时候啊，这些鸡出来都给破坏。相比之下呢，反而是这些鸭子，它们吃草啊、吃杂草的能力会更强一些，而且不会把菜地给刨得乱糟糟的。这可能也是少有的鸭子比鸡好的一点地方吧。这雨呀还在一直的下，看来是停不下来了。